婚假去日本带着老婆逛了一圈，结果发现不管是魔玩店还是有毒巴西，到处都是这只超合金魂的红莲裸眼，而且还各种降价促销。作为改变我人生的动漫之一，只要是天元突破的玩具我一般都会收，于是以接近1500的价格我把它带了回来。本来以为相比原价4万日元捡了个漏，结果一看国内价格都快1200了，妈呀，完全变形红莲裸眼超合金魂，这么多 buff 叠一起竟然还会爆跌，可见它绝对戳中了某些雷点，那就特别加更一期带大家来看看，一起吐槽一下吧。沈流先说结论啊，整个玩具把玩下来让我感觉特别的，甚至不是割裂感，而是撕裂感，就像干工程的那种画图纸做设计的那个，给了各种创意 idea， 充满爱与致敬。但是搞施工把玩具实体化那个，一边念叨着成本预算，一边瞎勾巴的做，材料、涂装、关节、品控等成品化应该注意的地方全部稀烂，真的很难评啊。先来看一下西蒙的这只颜面，可能我这样拍出来大家感觉还好，然而实际上手你就会发现做的真的很粗糙，这小学生水彩涂装，这关节造型，你别说是千大爷那只了，自家的 SMP10玩都不一定比得过。这手臂一点细节没有就算了，竟然只能360度大风车，这个手臂是真的一点摆动也没有啊。那这个脚就更搞笑了，要不是它凸出来一截还能动，我是真没发现这是脚。不过能该给换脸的大概还是给换脸了，还好不至于连脸都给你阉割掉，替换效果也还不错。掀开头盖骨，西蒙坐进去的结构也是没有阉割的，但是你明明都能看到座位细节和驾驶舱，但一点涂装遗影也不给。你也明明给了西蒙的小人，这粗糙到姥姥家的模具精度，毫无五官的涂装，这头跟出油出到贴头皮上一样，让我觉得这个迷你 pose 摆起来竟然如此搞笑。红莲的本体乍看之下做的还算不错，身形比例啥的拿捏的也算是比较到位的，看得出来设计师是下过一番功夫的，并且也借鉴了千纸链的动眉毛的机构，而且胸腹之间还原了一个超有意思的张嘴展开驾驶舱的细节，并且里面有卡米亚大哥坐着，这个细节机构可以说真的是太爱了，而且大哥的墨镜竟然还给了涂装。在可动方面，这只红莲和合体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，手臂平台旋转都有，只不过小臂短了一截，所以曲肘只有90度。同样腰部前倾、腿部各种前踢、侧踢啥的也一样，之后合体的部分会聊到。不过屈膝也同样因为小腿短了一截，只有一段关节，所以也只有90度。整体来说，罗岩做的确实很烂，但红莲反而做的可圈可点。但我其实不说的话，大家可能都没发现，红莲本体成型色是真的很塑料，而且品控也真的很稀烂。比如我这面被狗啃过的左肩胛盾牌，以及这个左右会跟着一起动的大腿跟关节，并且这个部分变形完后肯定也会有影响的。别说你不在意这些细节，真的把玩起来摆起 pose， 你会感觉到有多么的跟吃了翔一样的难受了。OK， 那么闲话少说，来到变形环节。首先裸岩要把头盖骨或者西蒙给拔掉，脸也得取下来，然后脚往后摆，把藏在头里面的连接钻头给翻出来到下面，接着把2个胳膊转进去以后，像这样折叠到后方，最后把脸和脑壳都装回去，变形就完成了。红莲的部分就更简单了，首先翻开手腕部分，然后伸长被折叠起来的小臂，肩胛也是被折叠起来的，把下半部分往下拉伸出来再并拢就 OK 了。然后注意看这个地方，前裙胛有一个和胯部的锁扣结构，拉伸前裙胛解锁锁扣，然后就能翻开整个上半身了，把隐藏在胯部的侧裙胛给翻出来。该说不说，这个部分是真的很细节，很少有人能注意到变形前是没有侧裙胛的，而且这个隐藏的方式也着实惊艳了我一把。那接下来的腿部变形也是走的隐藏拉伸流派，翻开盖板拉伸腿部再盖回去，锁住整个小腿的装位，接着翻转整个膝盖甲露出钻头孔，但这个地方我不是很喜欢，把玩特别容易误触。脚部前端也是同样的翻开，最后掀起红莲的盖头来，然后就是经典的拉冈嘎泰，钻头插入大脑，最后再把从比拉鲁那儿抢来的兜帽戴上，合体就完成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进一步的合体，这个抢来的飞翼背包也不能忘了，也是简单的插装连接。不过眼尖的小伙伴应该一眼就能看出问题了，怎么这个头东倒西歪的？我只能说，要么是我中奖了，要么就是连接装的尺寸不匹配，他妈的就是摆不正。有时候真想反手给戴哥一个电炮，这也能做成这样？算了，看下可动吧。首先由于结构原因，低头是连接部位完成的，所以几乎没有幅度，不过抬头倒是有30度多一点，左右的幅度不错，大概也有30度的移动范围。360度的转头肯定是可以的，但这个钻头装肯定会弹出来，不用想的。接着肩部的蝴蝶肩关节倒是让我很惊喜啊，能够像冈巴斯坦一样的骨折式拉出，用来摆抱胸的造型。手臂的活动范围非常优秀，抬起肩胛后平台能略微超过90度，这里是一个双段关节，接着是这个360度的小臂平转无压力。曲肘这次变成了双段的关节，能完美的180度折叠。
手腕是球关，并且替换非常轻松，这是为数不多的好评关节部位。腰部由于特殊机构的原因，前倾后仰只有15度左右的范围，虽然不多，但可以理解。同样的，左右侧摆也是几乎没有的。不过转腰很有意思，胸部上半段先转一段，腰部再转一段90度，可以看到红莲的脸转动时的变化。腿部可动，首先抬起侧裙甲，大腿的前踢会和前裙甲有一点点小干涉，不过也能到90度，侧踢则是能毫无压力的达到90度，后踢大概是30度到45度的一个样子。不过平转就比较蹊跷了，我甚至不知道到底是哪一段在转，反正大概是45度左右。拉伸后的腿部屈膝能达到150度以上的范围，脚踝向内接地能达到惊人的45度，这个要好评。不过向外倒是一点幅度也不给啊。前后上抬和垫脚的范围比较一般，也就45度左右的样子。同样二段的前脚掌抬起也是45度左右。最后是这个飞翼，前段翅膀可以向内折叠，后段可以展开向外折叠一段，并且反重力球也有一段简单的展开机构，整个球体的喷口也是可以转动的。可以看出，虽然关节各方面有很多的槽点，但是就可动设计和机构设计上来说，这只红莲罗颜又好的不像是超合金魂系列的产品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千大爷在背后提点了一波戴哥。总之就是这个水平的可动来说，可以给一个很高分的评价。那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聊一下这玩意儿的另一个卖点了，带着可以转动的巨人破天钻。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地台，把这根桩插到齿轮组的旁边，这玩意儿内部是一个传动的齿轮轴，然后接着组装这个拖住主体裆部的支架，然而这个支架是完全不能调节一点角度的，属于根本没有用的废物零件。接着给这个地台装上这个烫金名牌，地台的部分就组装完毕了。作为超合金魂系列的传统异能，这个地台的底部是可以收纳零件的，一个小钻头，两个替换用的墨镜，都可以在地台的底部找到对应的位置来进行收纳。那这次红莲罗颜一共给了5种手型，除了一对基础的握拳手外，还给了一对握持手，一只右手放松的开掌手，然后是右手指天的经典手型，以及一对大幅度的开掌手，并且这些手型零件能全部丢进地台的小收纳盒里，方便之后的替换使用。同样像西蒙的小人、旋转模式的替换零件以及替换的2个脸型，这些细小的零件也全部可以装在地台左边的收纳小盒子里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细节真的是给非常的好评啊！和千大爷一样，戴哥也给了全钻模式的配件，不过相比起千大爷带螺旋力的绿色涂装，戴哥这个就显得比较 low 了。而且相比起磁吸，戴哥选择了球关插入，同时旋转模式下红莲的门牙也得替换。下方的门牙需要向上顶出来，然后再把带钻头的门牙给装回去，细节倒是真的挺细节的，但就这个质感来说，实在是没有办法做什么过多的评价，马马虎虎吧。兜帽脑门的零件也得替换，素材忘了拍了，整体替换完后就是这个样子。怎么说呢？如果外甲的质感用塑料来形容的话，那这个小钻头的涂装就只能说更塑料了。不过这毕竟是戴哥，这么整整齐齐的给你一套，而不是塞到配件包里，你也只能说一句啊，戴哥你真良心啊！那全钻形态只是巨人钻头的一个前置，那么接下来才有请我们真正的主角登场。巨人破天钻被拆成了4半，需要自己来组合好。那首先就需要把大钻头的底座给卸下来，然后4半零件按照两不同插装的对应方式装回到这个底座上，其中一半钻头尖尖有协助组合的零件，所以也需要把那部分给按进去装好。而且大钻头这个外面貌似不是简单的成型色，也不知道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漆面，反正是有一点点漆膜的，所以要小心刮伤。那钻头本体装完以后，就可以把底座再拿回来了。如果底座不上支架的话，是可以直接用这个补强零件的。这样的话，把钻头再装回去，就能变成一个单体红莲罗颜可以手持的大钻头了。不过这个重量手持就不要妄想了。那上支架的话，就是把刚刚补强的部分拿掉，然后装回支架的齿轮组上面就好了。作为市场上唯3给了大钻头的红莲罗颜，这一支的钻头和本体的比例要比自家 S2 超合金和 CCS 那个都要好一点，但我感觉还是做小了。而且这个手抠齿轮转力矩超级大，超级难抠。我怀疑把齿轮裸露在外面，戴哥原本是想弄个马达啥的带着转的，不过大概率因为省成本就砍了，然后就变成现在这么个不3不4的形态了。而且钻头也调不了角度，所以支架也用不了，于是就只能摆这么一个 pose， 稍微动一下就站不稳了。
现在代哥的玩具就跟日本的经济一样，拼了老命的涨价通胀，还哐哐给你加税。但东西变好了吗？完全没有。这只红莲罗烟让我感觉到代哥在急躁赶工，赶鸭子上架赚快钱。但说真的，做不出来真的可以不做。再这么发展下去，代哥迟早变成二流厂商。可能时代就是这样的，指不定哪一天代哥就破产了，不得不把高达的 IP 也卖了呢。就像这次我去日本一样，10年前来的时候，真的让我感觉这里是地上天国。然而10年过去了，我竟然看不出这里发生了什么变化。最大的区别就是当年8%的税加成10%了，瞬间让我感觉到日服的落后。这个曾经创作出天元突破，教会我斗争、反抗、不屈、热血、改变我人生的地方，可能再也创作不出第二个天元突破了。不知道以后充斥着2.5条悟的日漫、国漫能不能追上。